美韩6年来最大联合军演，5天出动2000架次战斗机，韩国全境拉响核警报。这次军演都有哪些看点？乌克兰迎来独立日，各国送来贺礼，送的最多的竟然是普京。莫迪7小时完成对乌访问，2战防空塔再现世间。上周，美韩两国空军开启了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事演习。这次演习规模是6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这场演习从8月19号开始，一直持续到了23号，共计5天时间。期间，战机昼夜不停地进行了连续120个小时的飞行训练。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次演习规模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动用了5个飞行联队，包括韩国空军的第11、16和20战斗机联队，以及美空军的第8、第51战斗机联队。这些联队呢，装备了 F-15K、FA-50、KF-16、F-16和 A-10等等，许多型号的战机，共计200余架。在5天时间里，这些战机计划连续出动2000架次，进行高强度的飞行和战斗演习。演习中还包括使用虚拟敌机编队，来模拟对手的高速飞机空中渗透和拦截巡航导弹等情景。这样的训练模式呢，是有助于提高飞行员的实战应对能力。此外，演习还特别强调了与太空相关的元素，比如 GPS 干扰和网络攻击，这些都是现代战争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美国空军第51战斗机联队在新闻稿中表示，通过这次演习，美国战机将加强与韩空军在实战情景中的团队合作，共同提升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第8联队指挥官彼得·卡尔萨斯基也在声明中强调，这些演习有助于构建一支更具战斗力的部队，应对印太地区可能面临的任何挑战。已知自由护盾演习将持续11天。不仅包括空军，还有陆军和海军的参与，演习内容广泛，旨在应对包括朝鲜导弹威胁在内的各种潜在场景。尽管去年演习中，美空军出动了 B-1B 战略轰炸机与2国空军战斗机共同训练，但今年是否会有类似的战略资产参与，目前尚不明确。在空军联合军事演习开启的同时，韩国全境还拉响了核警报。以在模拟韩国遭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空袭的情况下，训练民众的逃生能力。在首尔一座约有2200名员工工作的政府大楼里，当下午2点的警报声响起时，员工们戴上头盔，开始前往紧急避难所。他们通过紧急楼梯迅速下降，并在地下室的指定部门区域集合，大约10分钟内疏散就已基本完成。这次测试不仅针对首尔民众，而是对韩国全国疏散计划的一次全面检验。其他市民们被引导到政府指定的避难所，比如地铁站和地下停车场，以确保在真正的危机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疏散。韩国政府分发了一份小册子，详细解释了在常规空袭、导弹攻击以及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攻击中如何保护自己。在核攻击的情况下，建议居民寻找地下避难所或无窗的混凝土建筑。如果核爆炸发生，政府建议人们面朝下躺在远离爆炸点的地面上，腹部离地，嘴巴张开，保护好眼睛和耳朵。朝鲜在2022年制定了一项法律，规定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并正在发展战术核武器。首尔预计，朝鲜拥有8个核武器生产设施。已知自由护盾除了控制部分，还包含了登陆、反登陆演习。8月26号，2024双龙演习的大规模联合登陆演习开启。这是一次师团级的联合登陆行动，模拟韩国遭遇全面入侵的情况下，美韩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如何迅速确保东海岸的海上桥头堡，并在短时间内将大规模联合战斗力投入敌人后方，向内陆发起进攻。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朝鲜过去曾将此类演习称为进攻平壤的演习，但双龙演习从2018年文在寅政府时期以来，因无核化协议等原因一度中断，直到去年这一演习才得以恢复，并且规模从旅团级扩大到了师团级，显示出了韩美2国在军事合作方面的深化和决心。
在即将到来的演习中，将有超过40艘舰艇参与，包括美国海军的42000吨两栖攻击舰和韩国军队的14000吨大型运输舰。此外，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垂直起降隐形战机、韩国海军的登陆机动直升机等40多架飞机以及40多辆登陆突击装甲车也将投入战斗，参演兵力预计将超过1万人。去年首次参加双龙演习的英国海军陆战队科曼多也将再次加入今年的演习。与去年相比，今年演习将有一个新的亮点。美韩海军陆战队指挥部将首次组成联合参谋团，在韩国海军的马罗岛号大型运输舰上统一指挥登陆作战，这标志着双方在指挥协调方面的进一步融合和提升。同时，去年9月成立的无人机作战司令部也将首次参与双龙演习。这支由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国军最早的联合战斗部队，将在训练中负责利用无人机进行事先侦察的任务。整个演习将从护送登陆部队安全向目标地区移动开始，逐步展开近海扫雷作战、事先登陆目标区域监视侦察、先遣部队作战、大规模火力支援，直到决定性行动的阶段。美韩联合及联合战斗力将在海上和空中大规模展开，充分展示其压倒性的战斗力和联合登陆作战的执行能力。然而，朝鲜方面对这次演习表达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朝鲜外部省在演习开始前的声明中指出，美韩不顾内外的强烈反对，进行这场具有侵略性的大规模联合军演，这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军事对立和矛盾。朝方还声明强调，演习包括了与朝鲜核对抗的演练，显示了这场演习的挑衅性质，并非所谓的防御性或者透明。8月24号，乌克兰迎来了独立日。这一天，许多国家纷纷向乌克兰表示祝贺。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即便是在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下，白俄罗斯和伊朗两国政府也向乌克兰发出了祝贺。众所周知，这两国和俄罗斯的关系都挺不错，特别是白俄最近还在边境增兵，以防乌克兰军队可能的入侵。他们对乌克兰独立日的祝贺让人感到意外，颇有种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味道。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明斯克和德黑兰这一举动可能是一种讽刺，但另一些人则猜测，这可能是两国看到了与乌克兰关系改善的希望，试图向基辅表达善意，与莫斯科保持一定距离。不过，这些观点呢，都还无法得到证实，这里大兵就不做判断了。各位观众可以把你们的猜测发在评论区。尽管如此，乌克兰首都基辅并没有对来自明斯克和德黑兰的善意做出积极回应。不仅如此，乌克兰安全局最近还警告了伊朗将军谢里菲·莫拉萨雷·阿巴苏·穆萨，他被指控协助俄军向乌克兰发射自杀式无人机。乌安全局的这一警告被视为一种最后通牒，如果谢里菲将军不停止其行为，他将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与此同时，那些坚定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同样在这天为乌克兰送来大礼。波兰总统杜达和立陶宛总理西摩尼特亲自前往基辅祝贺。杜达在演讲中表示，他坚信战争将以自由力量的胜利结束，并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西摩尼特则宣布了对乌克兰的新一批军事援助计划，包括在年底前提供超过5000架无人机和10套近程防空系统，并且强调立陶宛政府将每年向乌克兰提供相当于其 GDP 0.25%的援助。美国政府也在独立日这天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25亿美元的第64批军事援助，以满足乌克兰最迫切的需求。这些援助包括各类弹药、反无人机系统、医疗设备、零备件和培训、服务运输等等。美国总统拜登在独立日前一天发表声明，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支持，并与乌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此外，美国财政部还在独立日之前公布了新一批对俄制裁名单，包括近400个个人和实体遭到制裁，包括俄罗斯公民和实体，以及那些支持特别军事行动的个人和实体。美国副财长沃利·阿德耶莫表示，美国将继续打击俄罗斯军工综合体的供应链和支付渠道。
当然，最重量级的礼物呢，还是来自俄总统普京。他在独立日前后又送来了200平方公里的库尔斯克土地。8月24号上午8点，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显著进展。乌军已经成功突入了宽度为86.8公里、深度为36公里的区域，完全控制了1284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还有320平方公里的灰色地带。总共控制了1607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近100个定居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马罗夫卡的夺取，格卢什科夫斯基区的670平方公里区域成为一个孤立的区域，大约3000到2500名俄军士兵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更不幸的是，乌军没有选择进攻，而是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利用这一优势来吸引和打击前来支援的敌军。尽管乌军已经深入敌后36公里，但他们并没有继续扩大这一突破口。这一决策可能是为了确保乌军部队处于火炮和防空系统的安全覆盖范围内。不过，仍有小部分乌军部队在继续进行侦察和袭扰活动，以保持对敌军的压力。当前的战局发展表明，一旦美国、英国等国家同意乌克兰在俄罗斯本土使用远程武器，乌克兰军队将有可能迅速扩大其军事行动。雷利斯克、格里夫以及库尔斯克核电站等地都可能成为乌军的攻击目标。此外呢，乌克兰军队还试图进攻布良斯克、别尔格罗德等地区，这可能是为了在安全范围内尽可能扩大对俄本土的占领。如果乌军能够巩固其在这些地区的控制，俄罗斯本土的3个州的大部分区域可能会面临被乌军攻陷的风险。面对这一局势，俄军不得不从赫尔松、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抽调部队回防库尔斯克，以应对乌军的进攻。这反映出俄罗斯在资源、人力和装备方面可能已经达到了极限。在独立日当天，乌克兰军情总局成功打击了俄境内的一个野战弹药库，该弹药库据称存放有超过5000吨弹药。乌克兰战略和工业部长卡梅辛暗示，这次打击是由乌克兰最新研发的新型无人机帕拉尼察完成的。这种无人机的照片和发射视频已经出现在了网络上，其速度和突防能力引起了外界关注。同一天，乌克兰政府还进行了一系列表彰活动，特别是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上将的表彰。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总统令，授予希尔斯基上将新的军衔。这一军衔呢，被认为相当于北约的4星上将。此外，乌克兰空军第40战术航空旅在独立日被正式授予基辅幽灵荣誉称号，以表彰其在战争初期的突出贡献和巨大牺牲。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战线，在卡尔科夫市北部，乌克兰军队成功阻止了俄罗斯军队对沃夫昌斯克聚合工厂俄军步兵联队的补给和撤离。同时，俄军在赫里伯克和利普奇附近使用步兵群作为诱饵来校正反炮兵火炮。在卢甘斯克州，俄军继续在库皮扬斯克进行进攻行动，但未取得确认进展。俄军第144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4特种部队旅参与了该方向的行动。在托列茨克，俄军在东部郊区进一步推进，但乌克兰的防御和地形特征使得俄军的进攻速度减缓。红军村东南部的俄军继续其攻势，但前线没有确认的变化。与此同时，顿涅斯克市西南部的俄军取得一些进展，特别是在科斯坦丁尼夫卡南部地区。在南部战线，俄军除了继续在扎波罗热西部展开进攻，还在赫尔松方向有所行动，但没有证据表明俄军会进行有规模的渡河行动。整体来看呢，尽管俄军在多个方向上持续进行攻势行动，但许多地区并未取得显著进展。乌克兰军队的防御行动有效遏制了俄军的进攻，同时乌军呢在一些地区成功阻止了俄军的补给和撤离行动，影响了俄军的作战能力。印度总理莫迪在进行了长达10个小时的火车旅行后，在当地时间23号上午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了他对乌克兰的首次访问，这使得他成为首位访问乌克兰的印度总理。在基辅的乌克兰2战历史博物馆，
莫迪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面。莫迪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他与当地印度侨民互动的照片，以及与泽连斯基一同前往纪念馆的照片，并在会面中强调了对话和外交努力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在马林斯基宫，两位领导人进行了约2个小时的闭门会谈。会后没有举行记者会，但据报道，双方在医疗、农业、人道主义和文化领域达成了合作协议，并准备了一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贸易和军事技术合作的联合声明。莫迪在会面中提出，乌克兰冲突各方必须开始谈判，以寻求解决方案，并表示愿意为实现和平发挥作用。印度外长苏杰生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莫迪与泽连斯基的会谈主要集中于俄乌冲突。莫迪分享了对冲突全球影响的看法，并提及了此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分析人士认为，莫迪这次访问乌克兰是一种战略平衡术，旨在表明印度的中立立场，降低之前访问莫斯科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莫迪在会面中明确表示，印度从未中立，始终是站在和平的一边。俄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科尔图诺夫则认为，尽管莫迪访问乌克兰，但印度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调解人，而可能成为一个传递信息的渠道，因为这次访问不会带来局势的根本性变化。俄罗斯发布了视频，展示其防空塔的运行，其用于打击莫斯科地区的乌克兰自杀式无人机。俄罗斯媒体展示了这些塔的行动，目标是对首都威胁越来越大的无人机。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称该防空系统有效，并指出俄军队成功拦截并击落了10架飞向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他在 Telegram 上详细介绍了这起事件，报告无人机是莫斯科南部的波多利斯克区被击落的。索比亚宁强调，这次袭击的规模是近年来最大的袭击之一。在视频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俄军将 Pantsir S1 放在了钢制的高塔上，以拦截乌克兰无人机。Pantsir S1 近程防空系统拥有2门 2A38M 30毫米自动高射炮，携带12枚57E6地对空导弹。火控系统包括目标捕获雷达和双波段跟踪雷达，可以在毫米波段和厘米波段操作，具有30公里的探测范围和24公里的跟踪范围。通过提高高度的方式，可以有效扩展该系统的探测和打击范围。然而，和大多数俄罗斯装备一样， Pantsir S1 也存在敌我识别上的问题。作为在俄罗斯腹地的防空塔，其发生乌龙的概率会大大提高。你们认为面对无人机蜂群的攻击有什么好办法？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